汉高祖12年4月25日，刘邦驾崩于长乐宫，从此刘邦的时代彻底结束了，属于吕雉的时代则正式的拉开了序幕。那么吕雉为什么被称为千古第一毒后？她又是如何对待戚姬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戚姬被作为人质，刘盈迎娶外甥女。吕雉，字娥许，单父县人。他的父亲与沛县的县令是好友，为了躲避仇家，便举家迁到了沛县。老人家喜欢给人相面，看了刘邦的相貌后，便决定将女儿吕雉下嫁给只是个泗水亭亭长的刘邦。两人结婚后，生下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。之后，刘邦就一直在外征战，吕雉则与父母和子女一直留在沛县，由舍人沈一基照料着。公元前205年4月，彭城之战爆发，项羽只用了3万骑兵就打败了刘邦率领的56万诸侯联军。此战，刘邦不仅是打了败仗，更惨的是，连夫人吕雉、父亲刘老太公以及舍人沈一基等人也全都被项羽给俘虏了。刘邦在乱军之中虽然找到了一双儿女刘盈和鲁元，但在逃跑的途中又3次将他们俩推下马车，幸好有夏侯婴每次都将他们又抱了回来，才一起逃了出来。而吕雉和刘老太公等人则直到2年后的公元前203年9月，与项羽签订了鸿沟之盟后，才被释放了回来。可当吕雉回来后，才发现刘邦的身边早已有了备受宠幸的戚姬。戚姬，定陶人，父亲曾是秦朝的武将，因善跳翘袖折腰舞而备受刘邦的宠爱，还生下了儿子刘如意。从此，戚姬就经常陪伴在刘邦的左右，就算出征，刘邦也经常带着戚姬，而吕雉则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。公元前202年的2月初3，刘邦在泛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，正式称帝，刘盈也被立为了皇太子。这里稍微解答下之前评论区里的问题，这条河此时还是被称为泛水，直到东汉以后才写为泗水。回到正题，刘盈作为嫡长子，虽然被立为了皇太子，但刘邦却一直以刘婴人弱为由，多次想要废嫡立庶，重新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。只因有周昌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的一再反对，刘邦才一拖再拖，没有立即废掉刘盈。吕雉很着急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时就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去找张良，或许只有张良才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围。于是吕雉就赶紧让二哥吕氏之去找张良，但此时张良早已隐退，不再过问朝政之事，就婉言拒绝了。吕氏之无奈，看来软的不行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随后他就将张良劫持，硬逼着让他给太子指出一条明路。张良也不想和吕雉彻底闹翻，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，说陛下非常看重隐居于商山的4位高士，他们是齐始皇时期70位博士官中的4位，因不满秦朝的暴行而隐居于商山，人称商山4号。他们分别是东园公唐炳、下皇公崔广、齐礼记吴石、陆李先生周树。陛下曾多次派人去请他们出山，但都没有请来。如果能将他们4位请出来辅佐太子，那么陛下看到后或许会放弃改立太子的念头。于是吕雉就听从了张良的建议，让太子写了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，带着大量的珠宝玉帛，配备着舒适的车辆，终于把商山4号给请来了。在一次宴会上，刘邦见有4位须发皆白的老人陪着刘盈一同出席，非常好奇。结果问了之后才知道，这4位就是他一再寻访的高士，商山4号。刘邦就问他们，我曾花重金请诸位出山，但诸位都是避而不见，现在为何又要追随我的儿子呢？商山4号回答说，陛下一向轻慢高士，臣等自然不愿自取其辱，但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，恭敬爱事，天下之人无不期待，愿为太子效死，所以臣等便自愿前来。酒宴过后，刘邦就对戚姬说，我本想更换太子，但此时太子已经有了他们4个人的辅佐，看来太子羽翼已成，以后都难以再动他了。从此之后，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了。公元前195年的4月25日，刘邦驾崩于长乐宫，16岁的刘盈即位，即汉惠帝。从此
吕雉便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。首先，他下令将戚姬幽禁在永巷之中。永巷是宫内一条狭长的小巷，起初是宫女和嫔妃们的住所，后来逐渐成为了关押宫中女性罪犯的监狱。他让人把戚姬的头发全都剃光，脖子上给戴着铁圈，穿着囚徒的衣服，每日以舂米为苦役。戚姬就一边舂米一边唱歌：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3000里，当谁使告汝？吕雉知道后勃然大怒，立即让赵王刘如意返回长安。可赵相周昌知道刘如意回去一定没有好下场，却推说刘如意身体不好，不能前往。吕雉就先把周昌给调了回来，然后再派使者前去，刘如意就只能跟着回来了。刘盈当然也知道吕雉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他就亲自赶到坝上去迎接刘如意，还把她带到自己的宫里，每日和她同吃同睡的保护着，吕雉也就没机会下手了。可一天早上，刘盈让刘如意和他一起外出打猎，但刘如意毕竟只是个11岁的孩子，她不想早起，刘盈就让她再多睡一阵，自己出去打猎了。可他刚走，吕雉就让人给刘如意送去了毒酒，等刘盈返回宫里时，刘如意早已死去了。接着，吕雉让人将戚姬的手和脚全部砍断，再将眼珠子给剜掉，耳朵也被熏聋，还给喝下哑药，然后将她丢进猪圈里，被称为人彘，彘就是猪的意思。几天后，吕雉还叫来了刘盈，和他一起观看人彘表演。刘盈问过之后才知道，这个人彘竟然就是戚夫人，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大哭了一场后，从此便得了病，每日饮酒一乐，不理朝政。公元前192年，吕雉做主，将鲁元公主的女儿，也就是刘盈的亲外甥女，立为了皇后，跟刘盈成婚。刘盈面对着这个11岁的亲外甥女要给自己当皇后，内心真是无以言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默默地接受。但他却始终无法亲近皇后，皇后也就一直无法怀孕。吕雉又自作主张，让皇后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，然后他就让人将宫中一个美人所生的儿子强行抱来，说是皇后所生，并立为了太子，而他的生母则被偷偷地杀害了。至此，从刘邦去世以来，吕雉就在千古第一毒后的路上越走越远。那么他还会做出怎样更毒的事情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吕雉是如何打压刘姓诸侯王，又是如何将吕氏的权势不断发展壮大的。刘盈去世后，接替他皇位的人又会是谁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雉打压诸侯王及汉惠帝驾崩。汉惠帝2年10月，刘盈接受各地诸侯王的朝拜。在酒宴上，刘盈觉得刘肥是自己的长兄，按照家人的礼节，就让他坐在了上首，也就是刘盈的左边。刘肥是刘邦在结婚之前与情妇曹氏所生的儿子，是刘邦的庶长子，刘邦将最富庶的齐国封给了他。他们哥俩开心地喝酒聊天，可一旁的吕雉却已经是怒不可遏了。他觉得皇帝应该是高高在上的，怎么能和诸侯王平起平坐？而且诸侯王还敢坐在上首的席位呢？于是他就让人倒了2杯鸩酒摆在面前，让刘肥过来给他祝酒。没想到刘盈也跟着过来了，两人都各自端了一杯吕雉面前的毒酒，准备向吕雉祝酒。吕雉大惊，连忙起身打翻了刘盈手中的酒杯。刘肥顿时就傻眼了，手里端着的酒也不敢喝了，立即假装喝醉，找个机会就溜走了。回来后，他就派人去打听，果然那杯酒确实有毒。刘肥非常的害怕，觉得自己可能离不开长安了。这时他手下的内史就给他建议说，吕后只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是汉惠帝，另一个就是鲁元公主。皇帝就不用说了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可鲁元公主的10邑却只有几座城，而齐王你却拥有70多座城。如果您能献出一个郡给鲁元公主，太后必然高兴，你也就没事了。于是刘肥就赶紧上书，请求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，并尊鲁元公主为王。吕雉看后非常高兴，还设宴款待了刘肥。宴席过后，刘肥赶紧离开长安，返回了齐国。再来看刘盈，自从看到戚姬被吕雉做成了人彘后，刘盈就大病了一场，
从此便郁郁寡欢。公元前188年的8月12日，在位7年的汉惠帝刘盈在未央宫驾崩，享年23岁。可在发丧的时候，吕雉却只是嚎哭，没有一滴眼泪。他这个反常的举动被张良的儿子年仅15岁的张辟强给注意到了。他找到丞相陈平，问他说：“太后只有刘盈这么一个儿子，可现在却哭得没有半点伤感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”陈平疑惑地问道：“难道你知道吗？”张辟强说：“太后之所以不悲，是担心你们这帮老臣会夺她的权啊。”陈平深以为然，连忙问：“那你可有计谋？”张辟强就说：“首先，你应该立刻去请求太后，将吕台和吕产拜为将军，让他们统领南北2军。其次，让吕氏家族的人入宫为官，执掌大权。只有这样，太后才会心安，你们这些老臣也才可以幸免于难啊。”吕台和吕产是吕雉大哥吕泽的2个儿子。所谓南北2军，指的是朝廷的禁卫军。南军负责守卫未央宫和长乐宫，北军负责守卫长安城北部的安全。陈平听罢，连忙去拜见太后，按照张辟强的计策劝说太后。吕雉听后果然高兴，哭声也就变得哀伤了起来。之后，刘盈被顺利安葬，葬于安陵。安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南的高地上，为覆斗形陵冢，距离刘邦的长陵只有4-5公里。随后，太子刘公继位，史称汉，前少帝。名义上他是刘盈与外甥女张嫣的儿子，其实却并非张嫣所生。当时吕雉为了姬上加亲，将年仅11岁的外孙女张嫣立为了皇后，嫁给了自己的亲舅舅。可刘盈始终不愿意去亲近张嫣，张嫣也就一直无法怀孕。于是吕雉就将刘盈与宫女周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公抱给了张嫣，谎称是张嫣所生，然后将周美人偷偷的杀害。就这样，刘公顺利继承帝位，因为皇帝年幼，朝政依然还是由吕雉把持。从此，他就不断地壮大吕氏家族的权势，重用宠臣沈一基，打击刘氏宗亲的势力。沈一基是刘邦留下来照顾妻儿老小的亲信，他和吕雉以及刘老太公等人一起被项羽俘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却始终不离不弃，逐渐成为了吕雉的亲信。之后还被提拔为左丞相，但他却不管左丞相该管的事，专门监督和管理宫中事务。吕雉所决断的大事，也经常和他一起商议。宫卿大臣们要处理的事务，也要通过沈一基才能最终决定，可谓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说法，他其实还是吕雉的情夫。公元前184年，少帝刘公已经8岁了。他偶然间听说，他并不是张皇后的亲生儿子，他的生母早已被吕雉给杀害了。他就口出怨言说：“太后怎么能杀我的母亲呢？我现在还小，等长大了我就造反。”此话传入吕雉的耳朵，他就担心刘公长大后真的会作乱，到时候不好控制，于是干脆就废了他的地位，并且偷偷的给处死了。然后吕雉将衡山王刘毅迎了回来，继承帝位，并改名为刘弘，史称汉，后少帝。他也是刘盈与其他妃子所生的儿子。为了更好的控制，吕雉就将吕禄的女儿立为了皇后。吕雉不仅是给皇帝配了吕氏之女为皇后，凡是刘姓的诸侯王，每个人都给分配了一个吕氏之女为王后，刘友当然也不例外。刘友是刘邦的第6子，刘如意被毒死后，就将他由淮阳王改封为赵王。随后吕雉就给他配了吕氏之女为王后，但刘友并不喜欢，依然宠幸着其他的姬妾。吕王后非常的妒忌，恼怒之下便来到吕雉的面前，诬告刘友对吕雉有不敬的言辞。吕雉听后大怒，立即召见刘友进京。刘友来到京城后，吕雉就将他安置在官邸，派兵围困起来，不给他饭吃。最终刘友被活活地饿死于长安。再来看刘辉，刘辉是刘邦的第5子，彭越被杀后，刘辉就被封为了新的梁王。刘友被饿死后，他又被改封为赵王，同时将吕产封为了梁王。他当然也不例外，也顺利地领到了一个吕氏之女为王后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，而且2人非常的恩爱。而吕氏之女不但性格蛮狠，心肠还非常的歹毒。
他来了之后，就不允许刘辉再亲近任何其他的女子。有了刘友的前车之鉴，刘辉也不敢表露出自己的不满，他就背着吕王后，偷偷地与自己心爱的妃子幽会，结果还是被吕王后给发现了。吕王后竟然派人直接将刘辉的爱妃给毒死了。刘辉悲痛异常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在绝望和恐惧之中，终日郁郁寡欢。在爱姬被毒杀的4个月后，刘辉也因悲思过度，殉情自杀了。就这样，吕雉不断地打压着刘姓诸侯王，同时扶持着吕氏家族的势力。那么下一个，他又要对付谁呢？代王刘恒能否逃过一劫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刘邦一共有8个儿子，有4个已经死了，刘肥则已完全臣服。不久后，刘建也去世了，就剩下了刘长和刘恒2个。那么吕雉又是如何对付刘恒的呢？吕雉死后，诸侯王又是如何反抗吕氏家族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吕雉去世及刘襄起兵。除掉了刘友和刘辉后，吕雉就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代王刘恒。刘恒的母亲是薄姬，薄姬是魏国的宗室之女魏媪，与吴郡一个姓薄的人私通后生下的私生女，长大后嫁给了魏王豹。有一天，有个名叫许父的人给薄姬看相，说他将来生下的儿子一定会成为天子。此时，魏王豹正在和刘邦联合起来对抗项羽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以母亲病重为由，返回魏国后就宣布自立。刘邦大怒，立即派韩信去攻打魏国。结果，魏王豹战败后被俘虏，之后在荥阳城又被周柯杀害，薄姬则被送进了知事里劳作。有一次，刘邦路过知事，觉得薄姬很有姿色，就将她纳入了后宫。公元前203年，薄姬生下了儿子刘恒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刘邦了。公元前196年，8岁的刘恒被封为了代王。按照汉朝的惯例，皇子如果年纪尚小，可以挂职为王，派相国前往封地治国就可以了。然而，薄姬却毅然地带着刘恒一起前往了封地。刘邦去世后，吕雉对他也不例外，也送来了吕氏之女为王后，刘恒便好生地善待着她。刘辉死后，吕雉为了试探刘恒，就想将他改封为赵王。刘恒听了母亲薄姬的话，回复说：“我已适应了代地的生活，就让我继续留在代地，为朝廷守卫边疆吧。”吕雉听后非常高兴，便逐渐降低了对刘恒的戒心，之后将吕禄封为了赵王。公元前180年秋天，吕雉的病情逐渐加重，便开始布置他的身后之事。他正式下诏，任命吕禄为上将军，统领北军；吕产统领南军，并告诫他们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大臣们可能会发生兵变，你们要牢牢地掌握军队，守卫宫殿，千万不可离开皇宫，为我送葬。”8月1日，吕雉病逝，终年62岁。然后他便与刘邦一起合葬于长陵。长安城里的吕禄和吕产等人则积极地调集兵力，准备发生叛乱，只因担心灌婴和周勃等大臣而犹豫不决。而这时，有人却泄了密。泄密的人是吕禄的另一个女儿，她将诸吕的密谋告诉了丈夫刘璋。刘璋是刘肥的次子，此时刘肥已经去世，齐王由其长子刘襄继承，但齐国的地盘早已被吕雉分割得七零八落了。首先，他将吕台封为了吕王，之后又将刘邦的堂弟刘泽封为了琅琊王。次子刘璋则住在京城，而他也领到了一个吕氏之女。不过，这个吕氏之女却与刘璋非常的恩爱，就将诸吕的阴谋偷偷地告诉给了刘璋。刘璋知道后，火速派人去告诉刘襄，让他立即发兵攻打长安，诛灭吕氏，夺取帝位。刘襄听后，便与舅父四军、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等人商议，准备发兵攻入长安。当时，所有诸侯王里，相国的这个职位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，所以刘襄的相国少平得知刘襄准备攻打长安，就立即派兵围住了齐王宫。就这样，刘襄还没起兵，就直接被包围了。这时，中尉魏博就跑来对少平说：“相国，你做得太对了，不如让我来替您统兵，继续为守齐王宫吧。”少平就相信了他，让他领兵围困齐王宫。可当魏博掌握了兵权后，却反过来围住了相府，少平无奈自杀身亡。随后，刘襄一面组织齐国的兵力，
一面派祝武去劝说琅琊王刘泽，对他说：诸吕作乱，齐王准备发兵讨伐，但齐王是晚辈，愿意将全国之兵交与大王，等候大王一起来临淄商议对策。临淄就是现在的淄博市。刘泽还想着去淄博吃个烧烤，再商量下发兵征伐诸吕的大事。结果等他一到，立即就被刘襄给控制住了，然后让祝武去调集了琅琊国的所有兵力，一同加入齐军。刘泽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就对刘襄说：你是高皇帝的长孙，皇位就应该由你来继承，但现在朝中的大臣们犹豫不决，不如派我入京去商议由你继承皇位的事。于是刘襄也相信了他的话，派了车马护送刘泽进京。随后刘襄就率领着齐国和琅琊国的全部兵力发兵向西进攻吕国，同时向所有的刘姓诸侯王发出书信，联合起来一起讨伐诸吕。那么诸吕叛乱最终是如何被平息的？大汉王朝的下一个皇帝又会是谁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，感谢观看。